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师傅好。今天呢，咱们再讲讲药师佛啊。从这个时间来说哈，11月19号就是药师佛的圣诞，对，所以在这个时间里头呢，给大家着重讲一讲，就是消灾灭难的药师佛。有些老网友呢，比较熟悉了哈，对药师佛非常熟悉。一些新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所以呢，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消灾灭难的药师佛啊，它是怎么回事哈？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首先记住消灾延寿，据佛经说呢哈，就是在药师佛啊，在修行的时候啊，药师佛就是佛教，他是认为呢，是人经过多世的修行，当然也可能一世的修行哈，就是获得了这个觉悟智慧之后呢，就可能就成佛了啊，就开悟了啊。这里讲呢，是药师佛在过去修行的时候啊，他在某种修行的状态下啊，发出了一个非常的伟大的这么一组的大概12个愿望。这12个愿望呢，就是非常贴切于我们人类啊，所以这个对大家非常有效哈，消灾延寿。你说谁都希望健康长寿啊，幸福快乐呀，啊，富贵吉祥啊，是吧？这些在度过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人要拥有的这些基本内容，才能算是一个基本圆满的一生。如果接下来讲的内容，如果你都没有，或者都失去了，或者天生就没有，那你的人生是比较悲惨，比较痛苦，非常难过，就是这么个事哈。所以药师佛的这个慈悲伟大的愿望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现实，贴切于我们人类的哈。那这12个愿望呢，我给它总结了4个类。那么第一个类呢，就是属于这个身体健康啊和身体完美的这样的状态。他就说呢，如果这个身体有病的呢，受伤了，包括先天的残疾哈，包括发育不全，比如说长得比较丑陋，是吧？比如说父母长得也不好看，这个孩子自然长得也不会太好看了，是吧？或者智力有缺憾啊，天生这个不识字儿哈，不认人哈，还有这个聋哑人啊，又聋又哑。通常哑巴来说的，只要聋就容易哑，因为他从来没听过声音啊。因为你要会说话，要学说话，就先听到爸妈呀其他动物的叫声啊，他才能学说话，是吧？还有各种原因造成的驼背呀，还有这个脊椎侧弯呐。脊椎侧弯，你们俩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吗？我觉得就是继续发展的话，肯定是挺严重的一个问题。继续发展，我是就已经侧弯了。那严重啊，师傅！你还在怎么着弯到一边去了就？脊椎侧弯啊，就是从你在走路的从后面看你的时候，就是你的屁股在左侧，但是你的肩膀颈椎呢就已经靠了右侧20公分了，这就是脊椎侧弯，其实也是不太好看的哈。包括这个罗锅，就从胸背这一块就弯下去。在很多地方，我在小时候啊，在我们中国很多个省哈，我见到有一些老人啊，其实都是老农民哈，一直是弯着腰在农田里干活，那个脊背弯的呀90度，甚至超过90度，就对弯啊。他要抬头看的话，使劲往上看，因为这个头整个脊背是往下弯的啊，就是一个人完全弯着腰在走路。现在来说好像是装的，在过去农业社会这种很常见哈，腰部的疾病啊，不管怎么造成的，这也是个缺憾。甚至这个手脚呢萎缩啊，有的麻烦的是一边长一边短，那走路的话就是一跛一跛，一颠一颠啊，甚至是还有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呢，是偏瘫呐、脑血栓呐，还有小儿麻痹啊，不能走路呀啊，你看这也是个麻烦哈。还有这个白癜风，你明明是个黄种人，
乍一看头发也白，脸也白，以为是个白种人，其实不是白种人，是一种病，现在叫白癜风啊，古代的时候也叫白赖啊。对，那种种这些身体从外形不完整到疾病，如果这些人呢，如果听到我药师佛的名号的话，就立刻就恢复身体啊，相貌堂堂啊，端正帅气啊，美丽漂亮啊，没有任何疾病，身体是完美的啊，各种的疾病就恢复正常了啊，这多好啊，谁都盼着，对不对？我们修不修佛的每个人都希望说自己有个非常完整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还有漂亮的外貌。今天你也做手术，去韩国去泰国花多少钱呢？对不对？有的还做出大小眼，是不是？脸还有做偏瘫的都有啊。所以的话，药师佛说这个是做人之本，有这个健康和完整的身体，你的活得就有自信，而且容易工作，容易找对象，可能甚至是思维啊、体能啊都是比较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又得病，你光得病嘛，还贫穷，你们讲的。如果你得病的话，你就没有空去干活啊，对不对？或者得了病干不了活，只能整天是求医问药，对不对？光花钱了，哪挣钱呢？身体有病挣不了钱，我是说重病的哈，所以家里越来越穷，就是变成叫又有病又贫穷，没有钱看医生啊，甚至是越这种情况下，其实属于你的亲人就离你越来越远。就他们就非常孤独啊，无依无靠，非常的可怜啊。如果听到我的名号的话呢，让他的疾病消除，恢复健康，还有呢，很快就发财了啊，不再贫穷了，并且还有人喜欢他，照顾他，你看这多好啊！让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爱他啊，有钱花啊，这多好呀！你看药师佛这愿望。都是咱人类的基本愿望啊！你看这个，咱们传说中的西方极乐世界，不就是啥都有吗？你们说世间什么最贵？物质之中，除了钻石之外，物质之黄金。你说物质都不懂了哈，你是傻了吗？黄金嘛。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在那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一踩，哎呀，可舍不得了，我脚下踩的全是黄金。对吧？到那个说一看有河，在那洗脚啊，里头全是宝石。哎呀，那很多人就想，我到那顺手拿回来2个的话，都是价值连城哈，就富有了。对对对，但是一般拿不回来哈。那东方极乐世界比这个更好。哎呀，对，你要啥有啥，一切都随着你的心愿而生出啊。对，好，第2大类哈，就是经济富足。其实很多事儿，你说过去很多中国留学生一出国哈，就自己还带着2箱子方便面、泡面出去了。说为啥呀？比如说在中国买5毛钱一包，到外国5块钱美金一包，这太贵了，这个价差一比，这不行啊。当然他这带2箱子面也吃不了几天，对不对？最多1个月吃光了哈。也就是说，一切贫穷哈，就让你很多就不方便，从吃的到住的、用的、穿的，到学费，到看病，到买好衣服等等的，就是你都是需要钱，你各方面变得更加殷实、更加方便的话，都是需要有钱才好，对不对？你像很多贫穷国家的人，你像你在出国的时候，你过海关，咱们经常各国走嘛。你过海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就只管看你的护照是写的啥名字，是哪个国家的。我说实话哈，通常很多非洲朋友的话，本来他算富人的话，比如他在非洲是亿万富翁，你比如说今天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说你这个穷国家来，你还那么牛气，对不对啊？查查你，问问你有钱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存折给我看看，是吧？都是也一般都受些折磨，受刁难，就有点就是脸上无光哈，颜面无光啊，都是受折磨的啊。就是过去我们出国也有点这样子，就各国的人都看护照，
因为你各国的经济状况大家都知道嘛。那你说是美国和日本的呢？人家就高看一下。我们发现哈，很多说美国、日本都不用排队啊，去就去了，连问都没问，都懒得问你，你肯定是过的。你们那怎么是都是天堂，是吧？所以这个经济富裕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现在觉得越来越爱钱哈，就觉得你钱解决真大的事儿，是不是啊？哎，你是有个住房，你总不能和别人家的狗争狗窝住吧，对不对？你凡是住房，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花费，对一个个人来说，不就是买房住吗？是吧？其次才是吃饭穿衣，所以这个经济问题是第一问题。你看佛多实在啊，这很多你说修行大师傅说咱就不爱财啊，心里想着不爱白不爱啊，哎，那么虚伪。你看药师佛就很真实，是让大家富贵。所以如果有人因为饥饿问题啊，没有食物生活哈，就是而且呢，这个因为你越没有食物生活，没有食物，你是不是见到地里有吃的，你会不会摘了去吃呢？这好像又偷又抢，对不对？其实这些就是贫穷造成的。所以一听到我的名号，哎，很快就富了啊，哎，就多好啊！哎，佛说了，我先让这些贫穷的人啊，先吃饱肚子，让他心里踏实下来，心就安稳了啊。之后呢，我再用佛法的道理哈，让他们获得幸福和解脱。你看这多好呀！这咱们就喜欢药师佛呀，就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哈都能够信药师佛，那你将来就是大富大贵。你看又健康啊，又完整哈，所以我们药师佛还想的更多，说如果你相信我，说不光是我让你哈能够吃得饱、有钱花、穿得光鲜，还有首饰啊。你看，尤其是女生是吧？女生不喜欢首饰的，全有点问题。要有喜欢首饰，我们都才是真女生。师傅啊，我们都喜欢，都喜欢哈。如果不喜欢首饰的，听我的课，慢慢就喜欢首饰了。因为你戴了首饰，很快就能嫁出去，是吧？哎，你看，很多时候，那你说到底爱的谁呀？哎呀，这一个人真没法说了。哎，有时候男的就是这么笨，就觉得哎，这么一装配，这个女的挺好看的，挺好看，我就喜欢了，就是这样子啊。好了，把这个真功夫的告诉大家了哈。好，第三类呢，就是教人走正道，行正道。其实啊，什么叫正道啊？其实家长们哈，惦记孩子出了门啊，在学校哈，你在很多国家的这个到了中学的时候，有很多都有问题了。有个孩子什么吸毒呀、同性恋，反正我说这些话，有人会骂我哈，但是我说是正常传统状况下，这些都是大家不喜欢的，因为它不符合自然之道，对不对？哎，所以的话，在还有很多可能恶劣的、不正确的行为或追求，对吧？哎，那家长们就希望你的孩子都能传统的、正确的，是不是啊？来走完你的人生啊！所以，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从佛陀的预言来说哈，佛陀就是大预言家，他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叫末法时代。哎，这个末法时代哈，哎呀，就是最吸引人的根本就是什么佛法道法，哎，反而是越歪门邪道越吸引人，对不对？你比如说喝2口甜美的酒，哎，晕乎乎的多好啊！我解压，我不能是个罪过吧？但是喝惯了、解压惯了之后，说压倒是解了，他开始不干正事儿，天天醉醺醺的，是不是啊？还喝酒多了之后会伤肝，啊，伤身体啊。对，还有呢，所以你追求的某种邪道和信仰，或者是一贯追求的行为，人类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所谓的吃喝嫖赌，每天去大吃大喝，你大吃大喝是好还是坏？你们俩说。不好啊，说实话，不好啊。坤体也不怕得罪人说，大吃大喝肯定不好，对健康不好。对呀，这个三高就是大吃大喝引发的。这个不是你有多少钱的问题，对不对？你大吃大喝就是伤身体。人真的很奇怪哈，就是说吃饭还不能吃太多啊，除非你干特别多的活
就是重体力活啊。如果没有很多重体力活，你吃多了还得病，甚至叫撑出病来了，还不行哈。哎，那跟后头那几个字什么嫖啊、赌啊等等的这些伤害家庭、伤害社会的事情，这尽量不要去做，是吧？哎，还有那个赌博啊，吃喝嫖赌啊，哎，以赌和吸毒的话，赌博和吸毒一般都是造成家破人亡的根源，是吧？但是多少年轻人不懂事啊，还以此为荣耀。你看咱们吸了2口，晕乎了。所以在北美很多国家某些环境当中哈，就有很多像有人称为叫僵尸症，他不是得的一种病，就是吸的某种毒，在一种他自己在一种叫做内在的幻觉之中，他就觉得哇，我已经飞上极乐世界了，但是他外在的像一个鬼一样站那儿不动的，啊，这个新毒品造成的新的毒害，是吧？你说，比如说你在家，你爸爸是这么一个吸毒的人，你们家会怎么样？就垮了，那山塌了，对不对？对，如果妈妈呢，跟不走外道，不走正道，要吸毒的话，每天像个僵尸一样，就在那僵在那里，会怎么样呢？这家没了，家就散了。不是学坏，这孩子们呢就可怜了，就成孤儿了，还学坏呢啊！学坏那不算啥了都，那孤儿了。孤儿的话很可怜，什么事儿都出啊。甚至还有人相信杀人越货啊。那现在还有流行的诈骗集团，对不对？那说这个诈骗现在简直是人这个为了挣钱死不要脸的这个状态，是吧？这个诈骗的很多人还乐意说，只要给我钱，我就帮忙给你诈骗，你只要给我发工资就可以。真有这么无知是吧？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从事，就是因为不懂啊，不懂因果，从事诈骗行业，觉得这个钱好赚，所以很多家长都操碎了心。对，就看那个新闻，那个有一个奶奶就是为了找自己的孙子哈，到处去求，就说哎呀，把我的孙子还给我吧。他知道孙子进了这个诈骗行业了，也找不着人。就看到这样新闻的时候，就让人觉得就是很悲哀呀，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但是呢，因果不曾放过谁哈。你在诈骗集团骗人，诈骗多了之后，可能附近几个国家的警察局资料都有你哦，那你就别用你的护照来回走任何一个边境了，啊，可能根本就过不了关。到哪个国家，有的是干脆说你不是我的国家的吧，你别进来，就挡住不让你进国门。那你回自己的国家，警察也盯着你，是吧？还有呢，可能牢狱之灾呀，或者是终身监禁呐，人不用多了哈，在里头关个7、8年，出来几乎都是傻子。为什么很多人关了监狱出来之后神经不正常了呢？是不是啊？你在一个屋里头关1年的时候，人都精神病了；你在监狱里关上7年以上，人就废了。关20年，他根本不懂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对不对？那个时候出来的新手机啊，你呢碰都不敢碰，不知道怎么用，就和这个社会完全脱节了，就是，所以非常的恐怖啊。所以未来的这个因果啊，都在前面等着我们啊。所以呢，在这个末法时期哈，就是药师佛会帮助众生哈，脱离歪门邪道，走向正确的人生，甚至是呢还能够去纠正哈内心对很多事物有偏见邪见的人。比如说他信的某种信仰哈，其实在一个人的智商来说，可能并不能分清说你信的东西是对还是错，表面上一看都是好的善良的，对不对？但是究竟上一看是上当的。那药师佛让你重归正道避开那些邪见，让你呢心生智慧，就一目了然，说原来我这是走错了，对，这是走向这个正道来。只要听到药师佛的名号，只要一入他的耳朵，他一下就能够醒悟过来了。这多好啊！甚至是说说如果说有这个某种牢狱之灾的人，先不管说对错牢狱之灾的人，听到我的名号之后，我希望能够免除他的牢狱之灾，这是多好呀！
多少人有很多人冤案呢，是吧？本来可能犯了个小罪，也不知道法官哪根神经不对了，是不是啊？那可能就罚款5000，结果判刑5年，也是有的呀，对不对？啊，就是命中可能有这个灾难吧，这药师佛就会能救你啊，脱离这些灾难，走人生的正道啊。还有呢，如果现在没有入这个歪道的呢，经常供养诵念药师佛的话，就不会进入那些邪道邪见之中，更不会进入监狱之中。你看很好吧哈，很实用的。介绍第4类呢，就是让一切有缘众生哈都能够觉悟，这是佛陀可能讲到最高的这个部分了啊。这前面讲到的是人类众生是生活必须的，现在讲到这个精神高度的层面哈。这众生的因为没有觉悟嘛，所以一定会在各种行为之中呢，就是会种下了很多的罪业啊。因为各种无明的行为呢，让自己造了很多恶业啊。但是这个恶业越多，业越多，人就越笨。我说实话哈，我们在研究命，就是命相、相和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发现呢，就是越智慧的人呢，他其实他这个功德还多，这个业比较多的人呢，就比较愚笨。你看别人都会了，你就不会；别人都懂了，你就不懂。所以到学正道的时候，他耳朵像给堵住了一样；要是学歪道的时候，他听得可清楚了，就来了。所以呢，正道学不了，歪道都学了，对不对？就造出恶业来嘛。所以呢，就是如果药师佛的名号一经他的耳朵呢，就能够帮助你消除这些恶业，获得身心清净光明。这多好啊！乃至说，如果你有因缘的话，还能获得身心的大光明，就是觉悟啊，或者逐渐觉悟的这种大觉悟，这多好啊，是吧？对，能够让这个不容易开窍的众生去开窍，其实也就是他帮你消业，给你把这些业消了，你就开始变聪明了啊！还要在关键的时候啊，他点开你人生的关窍。我在感悟之中哈，我在研究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呢，包括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每个人哈，其实也像一个百宝箱，甚至像一个高智能的一个电脑，只是你的那种开机和应用里面的那种智慧里头那个软件成分的时候，你运用的太少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关窍，你点到了一个智慧的关窍的时候，就像点穴一样，点开了它之后，你这个人生哈，一下就是顿然觉悟呀，就一下就变得很聪明智慧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但是呢，如果你的业比较多，而且你呢自己呢也随波逐流往下头走的话呢，就是可能你这一生哈，到死都没有打开这个关窍，那你这一生哈，就不要受罪受苦啊！从工作干的也比较差，收入也比较低，甚至是孤苦伶仃没人爱等等的各种的问题就产生了，就是这样哈。所以的话，佛陀能引导带领你哈，能够开窍，能够觉悟啊，能够甚至是动悟成佛啊，对，能够明白道理，就是当然了，在药师佛最高的境界说，使得众生哈能够，就是这些产生了顿悟、开悟、觉悟啊之后，能够再做了众多的善行善事啊，能够帮助利益他人、利益众生。未来哈，人总有一天终止的那一天哈。当我们的肉体终止了，也许我们的修行已经圆满了，将来到东方琉璃净土，和整个真正的宇宙的根本是同样的生命状态，就是到了，就是没有一个毁灭的时候了。你看人生的所谓的六道轮回哈，它有贪嗔痴慢疑，所以呢它有轮回，轮回就是有生有死，有死有生，
到了这个东方极乐净土之后，他就和这个宇宙同源同命的状态，他永远是存在在那里的，并且没有各种的烦恼、饥饿、死亡、疾病等等的，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没有这一切不好的感觉，这多好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相信药师佛哈，那我们的法门就是药师法门，我们就相信药师佛，所以跟着这个药师佛供奉药师佛的话呢，让我们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人生活中的好处和到最后精神境界的好处和达到最高的解脱，这多好啊！有问题吧？每一次听到师父讲药师佛的12大愿，其实都是很感动的。就是真的是，就是想到药师佛就觉得很亲切、很幸福、很温暖。那我们是药师法门，无数的菩提同修也是因为跟着师父学习，身心都受益了。对，对呀。那药师佛这么伟大，那我们信仰药师佛能获得什么样的护佑呢？获得护佑啊！刚才想了这么多，你就要回到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事儿上去了哈。对，这个护佑是随时的。佛呢，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生命成佛之后哈，就是实际上他的某种法身或者称为叫幻化身哈，就叫无处不在，就像空气一样。那也有人说有氧气的地方就可能有神，我是说只要有空间的地方就会有佛，就是这样子的。它包括没有氧气，你像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顶上头，它没有氧气，有没有佛在那里呢？对，佛的高度与空间感早已经超越了它，所以只要有空间的地方就会有佛的存在哈。所以随时可以护佑我们在各种状态下，就是你睡觉呀，走路呀，读书呀，工作呀，正常上班的都是可以的，都是被护佑的。感恩师父。那也是今天呢，我们有好几个特别棒的故事哈，想要分享给师父和网友们。好。那首先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马来西亚明月禅堂的他叫勾卫他的故事名字叫一串念珠救了鬼压床的室友。很有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勾玉说呀，每一次出外旅行或者是出国办事的时候呢，之前呢，他都会习惯性的呢来到明月禅堂，先为自己供一盏祈福灯，然后呢，他随身一定要携带几件师父加持的法物，念珠、吊坠、手串等祈愿旅途能够平安顺利。2024年的5月呢，他有一次出游呢，也不例外。临行前他照例去禅堂点了一盏灯，随身带上了许多件的法物。那因为呢，他是跟旅行团一起出行，人数很多，旅行社呢说就将这位师姐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安排住在了同一间酒店的房间里。他说我们各自睡一张单人床，收拾行李的时候呢，我就以师姐的口吻来说我与她简单交流，得知她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信佛，不信神，也不相信任何形式的信仰。那我原本呢想点一株菩提檀香来清清场，但考虑到她的立场，最终还是作罢了。临睡前呢，我就把随身携带的一串念珠小心地放在了我们2张床之间的床头柜上，心中默默地祈求师父保佑我平安吉祥。之后我们各自洗漱，互不打扰，就躺下休息了。也许是旅途奔波太过疲惫，我一沾枕头便沉沉地睡去，一觉睡到了天亮。我醒来后匆忙地去梳洗，准备新一天的行程。我看到那个女生也醒了，可是她脸色苍白。她起身后在房间到处拍照，我还以为她是留恋这个房间，也就没有管那么多。洗漱完呢，我俩匆忙跟着团就出发了。她这才跟我讲起了昨晚发生的事儿。她说，昨天晚上她睡觉的时候，忽然感到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呼吸变得极其困难，身体完全无法动弹，就像是被鬼压身一样。她惊恐地想要呼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正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看到在我睡觉的上方有一道环形的亮光笼罩着我的身体。他当时他就下意识地拼尽全力伸出手，抓住了我床头的那串念珠，一拉过来就放到了他自己的胸口上。就在那一瞬间，胸口的压迫感消失了，身体也能动了。他连连跟我道谢，说若不是那串念珠，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边说着，他一边拿出刚刚在房间拍的照片给我们同行的人看。这时候，有人看着照片，突然惊呼道：“你们看，在窗户的反射里，好像有一个穿着浴袍的男人的影子。”我一边听着，一边看着我手里的那串念珠。昨晚竟然帮了他这么大的忙。我微笑着把那串念珠送给了他，结一个善缘。回来后，我特地为师父点了一盏感恩的灯，感恩师父的护佑，让我们平安归来。大约1个月后，那个女孩主动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来我们的禅堂学习。我欣然答应，带她踏入禅堂，看着她认真聆听师父开示、虔诚礼佛的样子，我的心里涌起一种无法言语的喜悦与感动。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那个女孩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串看似普通的念珠，竟能把她从鬼压床的黑暗噩梦中救出来。菩提禅修的法物真是神奇，感恩金菩提宗师加持的法物与菩提共灯。有了这2样法宝，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能感受到佛菩萨的护佑，平安吉祥，常伴左右。这真是又奇特又惊险的一个经历啊！是哦，其实我也经常听身边的朋友说，就是出门在外啊，旅行，尤其住酒店啊，经常就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是像听见怪声音啊，就看见怪东西啊，甚至像这位师姐一样，她朋友做噩梦。鬼压身，真的有的就是睡到半夜，觉得想翻身翻不了身，动不了，起不来啊。或者以前我们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去欧洲的一位好像是一个师兄，睡到半夜被一个灵魂叫醒，说你睡的是我的床，下来。那师兄就太吓人了，主动下来，会睡到沙发上了。可是他这位师姐，他的这位朋友哈，他在他的那个被鬼压身的那个状态下，他就看见师姐的身上笼罩一个金光的感觉。师父，这个光是什么呀？这个光啊。是什么？我们只能猜哈。因为那一位游客，就是他同房那个女游客哈。对。他在那天不是鬼压床了吗？对。鬼压床的时候，通常是说这个人的能量低的时候。能量低的时候有几种原因，有的是得病之后，还有的是特别疲劳之后。出去旅游不是轻松的事儿。对，像很多老太太都过了50岁，这一说我去旅游去了，说没旅游之前挺健康，一旅游之后得一场大病，没别的就是累的，其次是给吓的啊。对，就是所以他看到这个师姐身上这个光呢，也可能是修行来的。我就是佛无处不在，因为知道那佛太清楚了，说这个旅馆不太干净。是吧？说这个女弟子这么虔诚哈，好了，那护法神把她保护起来。所以这个光是超能量的一种显现。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能看见。对，它一定要的低于这个日光的这个光线，所以在暗的房间里头的时候，某种情况下才能看到。这一个。我相信跟我们来修的这个菩提同修哈，菩提法门的弟子身上多多少少都带这个光。如果你有虔诚心、恭敬心，还身上有这些法物的话，就是一定会有，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光芒会显出来。对。但是如果你做坏事呢，你的光就会淡了。就是这样。对，你被保护的这个能量就少。就是这样。对。
那太有趣了。那这一位就是这个同行的这女孩，她是无神论者嘛，哈，对，她什么都不信嘛，对。但是呢，她看到那个光的时候，她下意识的，她的第一个动作是去拿这个师姐放在床头柜上的那一串念珠。这个也蛮有趣的，师父哈。就是他会，你看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他就会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拿到念珠以后，放到他的胸前，马上这个身体的压迫感就消失了。对，就是到了这个有病乱投医哈，好像一个人要淹死的时候，他看见任何一个固定的物质，他都想抓住嘛。但还有像念珠的话，大家都觉得会与佛和修行有关系，所以就赶快去抓，或者他的一种感觉。就只要抓住他，我就得到保护了，说不定他会有这样的一种直觉，是因为这样的人也比较敏感嘛。但是他也声明了，他之前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年轻嘛，没有人生的阅历，所以啥都不信也正常。所以在关键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了，我要把这个佛珠抓到手上。对，也是很有缘。最后还是咱师父加持的菩提念珠救了他。是，你看这个在这种所谓中邪的这个房间里也挺恐怖的。是，像这种有些老房子哈，老房子老旅馆啊，就是容易中邪出问题的地方。一个是老房子老旅馆，还有一种是就不一定很老的房子，你住进一个新房子也容易出问题。对。所以人要搬家的时候，住进新房子的时候要做点啥。对，做点啥之后，你才能适应这块地上的能量，或者与这个地方的什么神啊、妖啊、怪啊，才能形成达成一种叫共识啊，共识共存。对，要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他们觉得你占了我的地方。他不是说因为你花了钱住这个房间，或者你花了钱买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从某种神怪妖之类的，他不一定是这么理解你的。他说这是我的地盘，给我滚出去，否则我掐你脖子。所以有很多住旅馆的，由于住旅馆的遇到的有些邪魔呢，就感觉这个喘不上气来，被掐脖子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忘记要干啥嘛，咱们之前讲过。对，你到这种房间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你们还没问了我就说了哈，就是说第一个要点好的菩提的沉香或檀香。我记得上次咱俩交流的时候，坤提，你到一个新的房间去，你要一次就点一支，对不对？是沉香、檀香啊。我点檀香。檀香哈，对，你点檀香点一整支。对。像我到一个新地方，我经常忘了点，忙碌嘛哈。有时候我要自己有空的，我点的话最多2公分。对，因为当时在西藏，他们烧印度香，把我熏得我这个太阳穴痛。后来闻香的能力就差了一些，所以我自己呢就点香就少点一些。我觉得屋里头这个味儿已经很多了，这样鬼邪之气就会被逼出去。是这样的哈。还有呢，像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哈，咱们不是做了一些小卡片吗？有不容易坏的，对不对？大黑天吉祥卡，就像信用卡那种哈。对，有这个大黑天吉祥卡，要带在身上。你出门的时候啊，最好找个个头稍稍大一点的，放在你床头柜，就是你靠近你睡房或者你能躺在那能看到的这个位置哈，放高一点。这样这个大黑天这个神灵呢，就是把你整个的这个房间全部给保护起来了。这样这个邪气就不来了，也不敢来了。或者包括那个有这个如果金刚诀呀、金刚杵呀，也是放到床头柜，或者是我们菩提的宝物和法物，还有莲花生大师的像，那个宝像也可以放在那儿。就随身有这种小号的哈，容易在你的行李箱里装的那种就这样。其实我们专门做了一点哈，像书本那么大的一个尺寸的吧哈。对的。对，你稍微像一个相框又很便宜，你出门的时候就在那个床头柜一架起来，再点上2炷香够了。对，这样就把那个邪气就给逼走了。至少这个时候不能侵害你。就等于把这个磁场净化了哈，师父。所以这个师姐她当时进去，如果点了咱们的菩提檀香的话，可能她这个同行的女孩子就不会被鬼压床了。是。对。
我看网友留言说，如果还有别的方法吗？如果这现在香啊和大黑天都不在怎么办呢？哈，我是这样子哈，你有没有咱们红色的菩提的这个 T 恤衫呢？就我们上回有写过六字大明咒有药师佛咒是吧？还有龙形的这些呢都是来给大家护佑的。我听很多位我们的学员就讲过哈，他或者他的家人哈，就是晚上睡觉容易鬼压床或者容易看见那个鬼气邪气的哈，他穿上咱这个红色的菩提衫之后就没事儿，就睡得很安稳。若干个小孩哈，小孩睡不好觉的，就穿咱红色的菩提衫，不管上头印的啥，是咱菩提的哈。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比较睡得特别踏实。这个试过，所以我就讲了这个，那有人说，那咱们蓝色的呢，就是晚上穿红的，白天穿蓝的，就这样换的，或者白天晚上都穿红的，都是可以的。我是觉得晚上穿蓝的也行。但是更敏感体质的话，晚上还穿红的比较好。你像每一家老人都知道嘛哈，比如说你遇上本命年的时候，你的内衣内裤都要穿大红的，对不对？那个红在中国传统的这个避灾这个学说来说的话呢，这个红色就本身就能辟邪。咱们春节贴春联红的给人那个红包，你看对不对？所以都有这个意思，既要辟邪还要吉祥，所以用红色的，对吧？所以晚上呢，为了辟邪，让自己睡得好，得到护佑，穿红色的菩提衫。感恩师父提醒。好，那师父，我们也给这位网友勾一送一个礼物好吗？好好，送这个勾一呢，这个叫东方蓝宝手串因为啥蓝的呢？你看药师佛什么颜色？蓝色。还有接下来呢，到了明年是什么年？马年哈，马年是一个大火之年哈。我们马年的这个吉祥色是蓝、绿、黑所以蓝色要降明年的大火对，所以这个吉祥的蓝色的宝石手串呢，送给这位师姐哈，祝你如意吉祥，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说到我们菩提衣服的护佑，我这边也有个故事，想带给师父和网友们，来自于我们马来西亚怡保的紫苏。他说：“师父好，有一次我先生感染了新冠，发起高烧，整个人烧得昏沉无力，全身剧痛，非常的难受。7尺男儿竟痛得哭出了声音，吃药看医生都没有用。他从小就有阴阳眼，小时候还看过灵体，甚至也见过黑白无常。生病的那几天，先生的脸色越来越灰白，我隐隐地觉得这不只是病毒那么简单，更像是有股阴邪之气在折磨着他。到了高烧第4天，先生几乎痛到了极点，他对我说：我的心脏好难受啊，好像有只手在抓着他，我很害怕，感觉快要死了。就在他意识模糊的时候，突然就伸手抓住了我穿的菩提红色 T 恤，微弱地说：快给我也穿上。幸亏我还多买了一件，我赶快拿来给他穿上，又点上了菩提禅香，从佛台请来莲花生大师的佛像，恭敬地放在了他的床头。没多久，先生的呼吸渐渐地平稳，脸色也缓和了下来。他说心脏不那么痛了，刚才在模糊中还隐约地看到一朵洁白的莲花。接下来的几天里，先生的病情一天天地好转起来，体温慢慢地恢复正常，精神也比之前清醒了许多。每当回想起那段经历，他都仍然会心有余悸，但眼中更多的是对师父的感激。后来他对我说，那几天我真的像在地狱里，痛得生不如死，是师父救了我，把我从地狱里拉了回来。没有师父，
我根本不可能挺过来的。感恩师父在危难时刻护佑我的先生，也让我们全家深切地体会到佛菩萨无尽的慈悲与守护。感恩师父。真好，是，也是遇难成祥啊。对，在那么关键的时刻啊，这个紫苏的老公哈，就能想到说，哎呀，快把那件红色的菩提 T 恤给我穿上吧啊，都说不出话来了，就能够想那样的，能够想到这一点啊。最后他的这个紫苏给他盖上之后，哎，再把我们的莲花生大师佛像请来，再点了香，老公慢慢才缓下来。又救了他。他之后说真的就跟在地狱里一样。那他这个老公也是有阴阳眼，体质可能也是比较敏感的啊。然后得了个新冠，你看就经历了这么一个好像去地狱跑了一圈一样的，差点就没命了似的。其实新冠也要了不少人的命啊。是啊，所以这么要命的问题哈，我相信哈，得了这个病或者是得这病去世的人呢，应该很多是非常痛苦。对，所以你可以今天大家站在科学认识疾病来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它是个啥来着？个病毒是吧？对，我们只能说这就是个恶魔。那个病毒一解开看就是个恶魔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得这个病带给你的那种感受，就是在地狱走了一圈，就是这样。所以他也是，你看这刚好就是师父说我们的红色 T 恤辟邪呀。对，这个紫苏的老公那个时候真的是被邪气差点要了命了，这红色 T 恤才救了他。那你有问题吗？我的问题，就是晚上要穿红色 T 恤，白天要穿蓝色 T 恤。我相信有些网友会是说，这位师兄正在发病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太太说？你把这个红色的这个菩提山给我穿上。是，这就是直觉别忘了哈，他是有点半通灵的人，对，有阴阳眼。在关键的时候，哪怕你没有阴阳眼，你会有一种直觉，叫求生的直觉，是，就觉得就是这个好能救我。对，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了。那平常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时髦啊？这个是不是很贵呀？大家在选择衣服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点钱的人就选择品牌和时髦，对不对？但是真有病的时候呢，说哪个能治病嘛？对，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本身有点灵性，说，哎，我要穿这个衣服，结果一穿上就开始好转了，就是这样。对，他知道他需要这个，没错，正是他这个灵感，他知道这个对他好。就是这样的，就看似我们好像就是一件 T 恤衫，但它其实是带着很强的护佑的能量的。我们其实这么理解就对了。你比如说咱们说读《西游记》哈，比如说咱别说《西游记》，可能也有一些很多华侨啊都不懂哈。再比如说一个老和尚的袈裟，那你说他有没有辟邪的作用啊？有，那就完了嘛。就这个意思呀，对不对？那这老和尚加持了一个。另外一件衣服，你说有没有作用啊？有。这老和尚加持一件衣服，说这小孩经常晚上睡不好觉，给他穿上它，让他睡个好觉，通常就是灵验的，对不对？就不要说我了，很多修行的大师傅都是很厉害的，所以加持了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产生一些辟邪和帮助的作用，这是很正常的。感恩师父啊。那说到这个紫苏的故事，也让我想起来以前在温哥华，我有遇见到一位师姐哈，她给我讲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时我也是让我挺感动，也挺震撼的啊。她董师姐啊，当时呢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她说的是十多年前的这个事情啊。她说那个时候啊，她60多岁那个时候啊，有一阵身体特别的不好，就不停的生病，就一个病还没好呢，又来一个病哈，然后呢全身无力，吃饭也吃不下，最后人就不断的去消瘦哈，越来越瘦。哎呀，好不容易啊，在当地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老中医，他呢就去找这个老中医去看，老中医给他号了脉之后啊，就看着他呀叹了一口长气，给了他4个字儿。哪4个字儿？就说油尽灯枯。
哎呦，这个师姐听完这个心凉了一大半啊哈，就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老中医，他想着是他的救星啊哈，他就说那医生啊，你还是救救我吧，想想办法啊。然后这个老中医呢就上下的又打量了他，哎，这打量完之后，老中医突然指着他穿的一件外套，上面有一个 logo， 就说这个地方能救你。哦，他穿的是我们菩提的运动服是吗？哎，对呀，他那天正好穿，他是一个当时啊，他说那个时候他进菩提才不到1星期啊，来菩提参加了一个活动，参加完活动以后呢，觉得我们师兄师姐都特别热情哈，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很温暖，很开心。当时也是听到了说我们菩提衣服是有护佑的作用的，那师姐就说那我也请一套啊，挺漂亮的，回去我就穿。那天去见老中医，正好穿的是我们运动服的外套上衣。老中医给他这么一讲啊，他讲真的是捡到宝了。就从那天以后啊，温哥华禅堂啊，只要有课，你都能见到这个师姐的身影。他说他连续1年啊，持续的上课，健身班、减压班、八卦班，上了一个遍哈。上完课之余的时间，他就去做义工哈，或者是共修。结果1年之后啊，这个师姐面色红润，步伐矫健啊，身体所有的疾病都康复了。然后特别的健康，现在已经都过了10多年了嘛，70多岁了哈，他身体还特别硬朗，说走路比他孙女儿走的还快呢，还经常来禅堂做义工，这真好啊，就温哥华这个董师姐，你说那老中医也是很有灵性的哈，师傅，其实老中医不知道我们菩提禅修，对啊，看他穿一个衣服就指着这衣服上面这个 logo 说这个地方能救你，这是博学和修养哦，对。你看，在很多地方的，尤其是中医的哈，他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有些了解嘛，所以很多这个中医生哈推荐他的病人，因为当用他的中医方式无效的时候，就把他的病人推荐到咱们禅堂来，很多这样的，是对，所以很多中医朋友都把你的一些病人介绍给我们呢，也是他那么确实也没什么办法了，对，所以这唯有佛法。就是而人力不可为了，就是哈。哎，其实我应该介绍一下我设计的刚才这个董师姐穿这套运动服哈。好啊，师傅。你把那个照片打开哈。那是我设计的。这个衣服这个棉哈，这个里头它不是绒的吗？就你们俩都有嘛哈。全棉的。对，全棉的。没有其他化纤类的。非常舒服了。对，棉的。但是这个棉你穿上不是很热。不热。因为我选的里头那个叫。我把它叫圈圈绒它不是那么一穿上之后哇捂的一下冒汗，对不对？它不是这样，它透气，有点中薄性，不是特别厚的，所以经常是天冷点天热点都能穿。我甚至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穿，就是它就不热到这种程度。如果你那么说，我洗澡的也会穿，真的很舒服，师傅。对，确实是挺好的。是。那因为我呢，在穿上那个很多这种绒的哈，里面有绒这个衣服啊，我穿上就冒大汗。我觉得这么又穿着不舒服，就烧得慌。那年轻的时候吧，设计这个还比较早呢哈，所以呢，我就是说我穿上又舒服，还能透气还能透汗啊。还有呢，不那么烧得慌。首先从材料上我就选择全棉的圈圈绒，不太厚。第二个它透气。还有呢，它这个设计这个拉链哈，是全球最贵的，除了黄金拉链之外，这个几乎不会坏的。卖的最贵的那些户外旅行包啊什么那个拉链都是用的这个。日本最贵的拉链 YKK。所以你看，有几个师姐她这个衣服哈，袖子口哈。都磨破了，这个拉链不会坏。是，那我为什么这么做事呢？嗨，话说回来长了哈，就是当年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同修，他是深圳的人哈，花6000人民币，就差不多1000美金了，给我买了一件上衣，就那种老头上衣，叫蓝色的，我一拉，旁边的布就把这个拉链就卡住了。等把这个拉链撬开了之后，这个衣服废了，我自己没法装上拉链就穿了一次就坏了。它的料子手工叫一流的，它的布料从意大利买来的，它的拉链不知道浙江哪个工厂生产的，一拉就坏了。最后修这个拉链这个把的时候，拉链本身也坏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装备不到位，
知道吗？所以我以后不能这样的，我弄成6000多块钱的，我就可惜呀。我这个时候我就比较节约的人，扔又不舍不得扔，就不扔也没法穿，这拉着都烂了，还没穿呢。好可惜呀，好可惜呀！我一想起这个事儿来，我心里心痛，就是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做带有拉链的这个衣服哈，这个拉链不要因为拉链出问题，让你不能穿这个衣服了。所以这个效果特别好，一个是拉链好哈。还有一个呢，它拉的时候特别顺畅，任何时间，不管是夏天冬天哈，那有些，你看我现在背了一个，我自己逛街时背了一个小包哈，还是日本做的，还是日本的呀。这不是台湾有点下雨吗？我来回拉那个拉链啊，你说我买票的时候，我去拉开那个拉链，还使劲拉，使劲拉，哎，又怕把它拉坏了，拉的时候特别艰难。我们的不会这样子。还有一个哈，我设计了一个叫保险兜对，保险口袋。在你穿上之后呢，在后腰，不是左腰就是右腰那个里侧有个小拉链。那个里头尺寸大小正好，第一个可以放下护照大小。能放下护照的话，能不能放车钥匙？能。身份证零钱包都可以，而且有个拉链，同样是 YKK 最好的拉链，在里头。小偷都没想到我在那儿设计一个包，对，他找不着钱包在哪里啊，对吧？尤其出门在外的时候，多少人就把那个手机呀落到车上去，遇上无良的司机的话，他把你这个手机可能很便宜就卖到黑市了，对吧？你就找不到了。那台湾还好，这个落到手机在车上还都会还给你哈，对，都挺好的。哎，那有的就是这样啊，就丢了呀，对，还有的就是你的裤兜。还女士的那个裤子兜很多就是假骗人的，连个手机装不进去，是只要一坐下，手机就滑出来。对，所以把它放到这个拉链包里头去。我就替你想到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对，所以他就避免丢了你最重要的东西。对，所以这个衣服就是我觉得夏天冬天都适合穿。所以现在穿是最好了哈。并且这个只是它的基本质量哈。还有呢，我觉得它的吉祥护佑哈，这是最重要的。对呀，出入安全，开车呀、出差呀，都穿上它。我相信佛菩萨护法神都一路护佑着你哈，平安吉祥，出入平安，全家幸福。说到感恩师父，尤其是还有流年那个犯太岁、冲太岁、害太岁、刑太岁这些冲煞之气的属相的哈。就很麻烦，对，更需要护佑。你们记得明年会有什么冲煞吗？咱们再说，要不下次再说哈。好，对，对，咱们透一点哈。明年冲煞的哈，马、鼠、牛、兔。马明年属马嘛，本命年属马的明年2个克。克相之中2个克属牛的2个克属鼠的1个克，属兔的1个克。都是冲克的哈，反正就是类似于犯太岁的团伙，就是这是轮着来的，特别需要护佑的一群人，需要护佑。对，所以给大家先透点消息哈。对，有这些属相犯冲的，要保一年平安，是非常必要的。这个衣服哈，就几乎是怎么穿都不坏，就是穿着又舒服。对。就师傅说的那个袖口磨破了，那都是穿了快10年了。那是10年的，10年还天天洗，就袖口稍微磨破了一点而已。我们的衣服质量太好了，是，又舒服又好。因为我们做这个衣服的厂子哈，是一个国际那个什么法国巴黎那个大牌子做的。如果换一个那个标牌的话，就是可能卖$300到$500。这一套衣服肯定的。到咱们这儿才卖多少钱呢？我们叫赔本赚吆喝，就大家穿的吉祥就好了。对，所以呢，现在网上有哈，大家赶快上去看哈。对，现在也给各位网友们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正是我们要进入药师季嘛，就1年1度最吉祥殊胜的一个时刻。那也非常感恩师父给我们网友们也有一个年底的回馈大放送。好啊。其实大家现在到我们的菩提学院网站还有慈悲音网站上，都能看到很多我们的服装都在大打折。哎呀，从你看8折到7折，
哎，你看这个到4折都有，还有4折啊，还有买1送1，就是首次那么大的优惠。其实刚刚也说到，我们衣服的那个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看实用又实惠，都是师傅亲自设计，还带有这个吉祥的护佑。那现在呢，也是师傅感应到大家的需求嘛，所以给大家那么好的一个大折扣和大优惠，也是快到圣诞节啊，那个新年的时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礼物，就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对，除了自己穿哈，如果你的好朋友啊、家人、亲人哈，当个一个节日礼物，也是非常吉祥的。对，非常好。对，穿了我们的衣服去到那些旅馆住啊，就不会被鬼压身，是啊，就得到了护佑了。对，是。而且我们衣服也不只是禅修的时候穿，其实穿着就平时的穿搭也是非常的时尚。对，我们的衣服是很时尚的，对，也非常的好穿，什么样的场合都是很好的。是，对，你看我们这个，看这个是平时休闲穿哈。哎呀，你看多帅呀！这小伙穿着我们这运动装哈，这小姑娘穿的，其实休闲呐，上班呐，约会呀哈，都能不光是护佑，还带来好运气。是，还是感恩师傅，让更多有需要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对，最重要，它不仅仅是衣服哈，还能得到药师佛和护法神的护佑哈，是，安全度过这几年哈，这是最重要的。还穿上它，晚上睡个好觉。好的，师傅，感恩师傅。那师傅，我们给这个紫苏这一对夫妇，我们也送他们一个礼物，好吗？好。哎，就送衣服了哈。好，太好了。送衣服哈，来看看这个哈。你看，这是我设计的。这个还认识吗 ？YouTube T 恤 ，YouTube 版本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穿的。当时我们订阅快1000万的时候的一个纪念衫哈，是，对，你看，对，上头这个带个红点哈，其实是那个 YouTube 上的一个标识，对，然后我们 YouTube 的频道名字，而且背后呢还有设计也很好看，对，这是师傅亲自画的，都是我亲自画的，对，你看，还写着英文，还有人记得那几个小花吧哈，对的，当时直播的时候画的，是师傅画这幅叫花开智慧，对，所以这个纪念版哈，我告诉大家，这个可能也就是有50件哈，这个作为纪念来说，无论穿和不穿，我觉得都是很吉祥的哈，是，非常珍贵啊。哎，我当时买了那个，前年我买了那个国际的足球明星梅西的是签字的一件衣服，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多少钱呢，师傅？差不多$5000吧。哎呦，再加上运费，运到我那里的话，就是$5500呢。真的好贵。这一件衣服还没有什么保佑，我就只能想象说他踢球是多帅哈。但是，他不像我们，他有佛菩萨护佑。对呀，那个就是纪念了啊。对，我们的衣服有实用价值，而且有实用价值，我觉得也有纪念价值。是啊，你这个你放10年的话，就贵了。无价之宝，对吧？因为它有生产的年嘛。对呀，就是很好了。就是我们的设计衣服不会重样哈。是。对，好，感恩师傅。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上网去订哈。对，可以到我们慈悲音或者菩提学院网，对，去浏览我们这一些服装。这个到12月25号，这个优惠就截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好时机呀哈。对，我给降这么多价，不是他赚了多少钱，是在于说，在药师佛季来的一年临终了哈，你的天气一变冷哈，会很多人的身体就会开始容易出现病态的感觉哈，所以希望得到护佑，安安全全的把这个年度过去。你看到开春这个期间天又比较冷。再接下来春天哈也容易感冒哈，所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让这个一点钱别挡住你请一个好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所以就不计成本大折扣你就能给他请回去，能穿到你的身上，让你得到保佑和欢喜，得到吉祥，这是最重要的。太感恩师傅，是一番苦心吧。感恩师傅，佛光送给大家。感恩师傅。好，那师傅，接下来我想再跟师傅分享一个来自新加坡网友
他的故事《药师佛让女儿远离噩梦》。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苏伟一，我今年44岁，我有一个9岁的女儿。那2016年呢，女儿刚出生没几天，噩梦般的夜晚就开始了。每天凌晨1点到4点，她都会突然大哭不止，双眼紧闭，神情不安，好像被什么东西惊吓到一样。我抱着她轻拍、哄睡、喂奶，全都没用。孩子总要哭到精疲力尽才慢慢安静。作为新手的妈妈，我几乎天天都在崩溃中，心疼又无助。我仔细检查女儿的身体，没有发烧，没有咳嗽，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是我心里始终有个疑问，到底是什么让她夜夜惊哭？女儿快满月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里，一个像猫一样的怪物，眼神凶狠，伸着爪子要把我的女儿抓走。我本能地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鼓起全身的勇气怒吼：她是我的孩子，你休想带走她，快给我滚开！然后我猛然惊醒，满头冷汗，检查了一下，虽然手上没有任何伤痕，但手臂却阵阵发痛，就像真的被抓过一样。那一刻，我心头一震，女儿的夜哭，难道背后还有别的原因吗？女儿每天在凌晨时分这样哭闹的情况持续了很久。到了2岁，她开始会说一些简单的词，这样的情况呢，反而更让人担心了。有时她就会指着房间角落结结巴巴地说 Monster 的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怪物的意思。有的时候白天她独自玩耍，忽然哭着跑出来说窗边有东西。到4岁的时候，她甚至能清楚地形容自己看到一男一女穿着白衣和黑衣，表情愤怒，令她极度害怕。那段时间，她几乎每晚都会哭醒，不是做噩梦，就是哭着说看到怪物或有人追她。每当她这样说，我心里都一阵发凉。可为了不吓到她，我只能装作镇定，把她抱在怀里，轻声安慰：别怕，妈妈会用藤条打怪物，把它赶走的。我也看到过一些资料，得知有些孩子年幼的时候能够看到大人看不见的东西。那一刻我就在想，或许家里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可是那时的我对神佛一窍不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帮助女儿。2020年我重返职场，常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一位卖水晶的老板娘，偶尔会跟她寒暄几句。到了2021年，我就向她提起了女儿的状况，她立刻建议我带孩子到菩提禅修点灯祈福，并说自己也是学员，很受益。就这样，我与菩提禅修结下了缘。我第一次走进新加坡禅堂是在盂兰盆节那天，禅堂在举办法会。禅堂的志工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建议我为女儿、祖辈和历代祖先点灯祈福。为了女儿的平安，我都一一照做了。那天我还迎请了一张药师佛吉祥卡，回家后放在女儿的床边，祈请药师佛加持护佑女儿。奇妙的是，那次法会后，女儿半夜哭闹就从每天1次减少到每周2、3次了，噩梦也少了。偶尔她还会提到怪物，但是不再惊恐哭闹，只是轻声说几句就能继续入睡。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她得到了佛菩萨的护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 YouTube 上观看师父的直播，并且在禅堂恭恭敬敬地迎请了一尊蓝色琉璃药师佛像供奉在家中。每天我都会播放师父诵唱的药师佛心咒。很快，我感到家中的气场变得平静祥和了。渐渐的，女儿再也不半夜哭闹了，一觉睡到天亮，整个人都平静了很多。2023年有一天，7岁的女儿在上学的路上忽然对我说：妈妈，你把那尊蓝色药师佛请回来后，怪物就跑了，
再也没有出现了。他说的轻松，但我听了心中一震，只觉得无比感恩师父与药师佛的慈悲加持护佑。现在我有时还会偶尔问一下女儿有没有再看到什么，她都是摇摇头说没有。如今女儿和弟弟每天都听着佛号安然入睡，睡得香甜又安稳。无比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的加持护佑，让女儿远离邪气的侵扰，远离噩梦，能够平安吉祥。这心家和师姐啊，也是她的女儿，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哈，师父啊，对，刚一生下来就让这个新手妈妈很焦急呀啊。她说女儿每天晚上凌晨1点到4点都会哭闹，对，就是好像就是那个时间段，师父这样有什么样的说法吗？有，我所知道的哈。就这个时间，就是1点到3点啊，1点到4点吧，包括这个期间是阴气最重的时候。这个阴气最重的时候，而且这个很明确啊，这个孩子看到了什么呢？对，他就好像受惊吓了一样。黑和白的，对，那种一男一女，那种，就是像那种像鬼魂的感觉，对不对？那又是白的。一黑一白的这样的飘的东西，就是我们俗称的黑白无常，是来索要人命的。对呀，所以这个孩子度过了生命最难关了。是，哎呀，通常这个妈妈要为这个孩子咱们常常有没有这个续命灯类的？要做这样的功德才可以，要持续为孩子做这样的功德。对，否则的话，下次见到的时候，可能他就没机会再告诉妈妈了，有人就被领走了。你没死过就不知道有这种事儿。对，但是现在这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人，比如说因为车祸呀，或者做手术、打麻醉呀等等的，就有那种濒死体验，对不对？对。濒死体验，因为不是真死，所以就没有黑白无常这个形象来。所以，比如说有点信仰或者有这种信仰背景的家族的孩子的话，通常看到光，把他带走，对不对？那个因为不是真死，所以用光，家族的灵魂把你带到了一个吉祥的地方。比如他们信仰的神啊佛那里去，他们看不到黑白无常。但是如果是真得病，就要死了。要带你走了，如果有的人给续命回来的话，就会跟你讲，他看到黑白无常带他走的场面，这真是可怕。甚至知道就是很真实的，带了个大铁链子，你还摘不掉，啪一下戴在你脖子上，好像手上也绑上了，就铁链子就把你铐起来了，就这一扔就戴上去了。这个过程你体验不够，就是一下就被锁住了，他就拉着你走，就是一黑一白。就是这样，对，所以它包括看见像那个猫形状的感觉，也一样。当这个黑白无常来的时候，来抓你的时候，哈，就是说，如果你有东西挡住它，不让它去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变成猫的形状。所以猫呢，经常是被人神鬼魔经常来借这个形象和借它的身体来索要你，来抓你。所以妈妈梦见一只黑猫。来要抓他的女儿走，对，黑白无常中的一个。对，我在很多年前，30多年前帮一个远房亲戚一个老奶奶的时候，她临走的时候就是这样。她家哈，就是那个当时她找我的时候，她已经是癌症，到最后崩溃了嘛，就要走了。她的亲戚和我们有点远房亲戚，知道我回家了。就是来让我去看一下那老奶奶，就是我呢，一进她的屋哈，一进她的院子，就能感觉一股黑气白气混合着飘，就在那飘，而且有一种哈，其实家里要死人的话，如果不是医院嘛，在家里要死人的话，其实是有一种像我就闻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闻得到，就有一种要死人的一种味道。是嗅觉哈，是一种味道，
我觉得会有点尸体的味道，这种，就是这样混合的，我觉得这个人就好像没救了，就会。所以我去帮他的时候，我去了之后，就是好不容易这样醒过来，他意识里知道我来了，意思要走了，他们要抓我走了啊。我呢就用功夫做法呢，我就不让你走。年轻人逗着玩哈，我心里话，因为别人不会懂我嘛，我就不让你走，看你怎么着。其实我说这句话就是指对来抓他的这个黑白无常哈，就是阎王爷的使者嘛，我就给他抬杠，就是你要抓他走，我就挡着。当时因为我是不拿法器的，那是晚上嘛，拿个大手电，长的铁的手电，我就把那个手电在这梆一戳，当法器戳在这儿，就不让你走。这老太太呼吸，就是她平时不是这么喘气啊，就是挣扎闹那个感觉，我就笑着，我就不让你走，她就弄不了走之后，这个鬼魂呢，他家养一只猫，他家那个大花猫哈，结果接下来像疯了一样，因为是晚上嘛，外头也没有灯，屋里有灯，所以在那个窗户里，那个猫用爪子抓玻璃，吱吱吱响，而且猫的那个表情哈，非常奇怪的，非常恐怖的那种表情，抓那个玻璃，这猫就没有过这样做，我就知道，就是这个鬼王就是用猫的这个形象来告诉我说，你再挡着我没法交差，就把老太太带走，知道你们有点亲戚关系，对不对？但是人到他该走的时候得走啊，你已经拦了一会儿了，够意思了。我忘了是有一个小时是2个小时来着，就是对，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哎呀，算了吧，让他走吧。我这么一想，我做法的手电啪就倒了，那个猫一下子就飞出去了，就没了。老太太深深吐了一口气就没了，就是几乎是这些几乎同这3秒钟以内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猫的这个形状和形象啊，就在这个睡梦中或者与这个鬼压床相关的事儿来的时候，请记住，这是大凶之象。黑白无常，他们都用另外一个化身，通常用真实的猫来到你跟前来威胁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苏伟一这个师姐，她还幸好是有这一份福气哈。她遇见了那个卖水晶的一个老板娘，是我们菩提的学员。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听到她的这个女儿的事情，介绍她来菩提供灯。她来的那天正好是盂兰盆节法会。他就等于是做了功德了。你看他为女儿为祖先都供了灯，真好，请了药师佛他的这个吉祥卡回去就这么参加了一个法会，供了这么一个灯回去以后，女儿的这个噩梦惊醒的这个情况就减了一半了，从每天都有变成1周就2、3天了后来呢，他就慢慢的跟着也是来禅堂学习，他就迎请了我们的蓝色琉璃药师佛回家。请佛回家了，把佛请回家，又天天播放师父的药师佛心咒，天天听师父在直播上讲法。这个时候过了没多久，女儿就再也没有这种夜夜惊哭的事情。是，希望以后呢，禅堂有法会哈，这个家长要带孩子哈，经常要去禅堂，得到禅堂各位禅师的加持，加持孩子的越多，机会次数越多越好还要为他点续命灯好，对，这师姐也说，自从那个药师佛迎请回家之后，然后有一天他女儿就跟他讲说，自从您把那个药师佛供到我们佛台上，那一只妖怪就不见了。知道我没忘这个事儿，但是我说的，我看的是更长久，需要续命，你要去做这些就够了。好的，对，去做吧，对你有好处。感恩师父的提醒相信师姐一定会去好好做的其实给他介绍的那个师姐哈，在开水晶店那个，对，过去主要是腿痛，那个腿痛的有一条腿走不动路，对，好几年医生治不了，到咱们这儿走八卦好了，
对对对，所以很感恩。我见到他这个情况之后，赶快给他介绍来。对，是，哎，真是。对自己受益了，让更多的人也受益。好，那师父，我们也送这个苏伟一师姐和她的女儿，给他们送个礼物。好，好，好的，一串呢，你看哈，海蓝宝的这个手串哈，吉祥如意哈。好，哎，希望不管你们家娘俩谁戴哈，都会得到佛菩萨的护佑。对，一切邪魔不可侵入啊。收到，健康长寿。还有呢，让这个孩子呢穿上这个红色的 T 恤衫。你看为什么上台设计龙呢？是不是啊？希望得到龙神的护佑。感恩师父。天龙八部的意思。你看看多好啊！背后还有六字大明咒。6字大明咒。这都是为了给大家护佑用的。对。你这个龙呢，还叫抬头龙哈。哎呀，能量很强。抬头龙才能腾飞哈。一飞冲天哈。那能量无比哈。对，这一个人呢，健康活泼哈，能做事业，能量十足，元气十足，就像这条抬头龙一样哈。收到，感恩师父。像咱小朋友到2月2。龙抬头，2月2龙抬头那天理发，洗干净头发之后，给他穿上这件龙抬头 T 恤衫，这多好呀！好，哎呀，一年得好运哈，一生得祝福哈。太好了，感恩师父。那接下来还想给师父和网友们带来另一个故事，是个全家受益的故事。这位师姐叫 Mary， 她说：“我是 Mary，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来到菩提之前，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活在焦虑里。这位师姐是来自美国硅谷的哈，然后她就说，有一天呢，我突然间大出血，被救护车送去医院。”结果检查发现我得了12公分的子宫肌瘤，医生看了报道说那个情况很严重，极有可能需要切除子宫。我顿时就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这时候朋友就介绍我来到硅谷菩提禅堂，我报名上了健身班，就开始练大光明修持法。我每天坚持练大光明3到4个小时。2个月之后呢，回去检查，医生惊讶地告诉我，子宫肌瘤竟然变小了，从12公分缩到了9公分了。我太开心了，心想大光明修持法一定能救到我。之后我还是每天都坚持修炼4到5个小时，每隔2个月呢就会回到医院复查一次。这个肌瘤呢就持续的缩小，几乎每次检查都会缩小约2厘米。1年后，医生惊讶地告诉我说，你的子宫肌瘤完全消失了。这个结果连医生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太开心了。更让我欣慰的是，在这段时间修持的过程中，我的焦虑不见了，心情平和了，和家人的关系也慢慢改善了，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之前我为3个孩子操碎了心，我大儿子上大学，整天打游戏，熬夜不睡觉，我担心他的身体，也担心他的学业。2女儿选择专业犹豫不决，我怕她将来没出路，就逼她去读计算机，她哭，我也跟着哭。小儿子还念小学，贪玩粗心，不爱读书，我一看到他那样，心里就急了，越急越火大，越讲他越不听。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睡不好，脑子里全是担心，担心大儿子荒废学业，担心女儿选错路，担心小儿子没前途。我听了师父的开示，知道在佛前供灯能为孩子照亮好前程。于是我每次孩子考试或出行之前，我都会为他们特别供灯。那供灯之后呢，发现他们的考试成绩都是最好的，一家人和谐开心，孩子们都很孝顺。我大儿子现在是个电脑工程师，工作稳定，女儿在做律师，她的先生也是个律师。而我小儿子原本贪玩，不爱读书，不确定未来的方向，我为他点灯是最多的。后来呢，小儿子也读护理科，在 ICU 工作时，正好赶上了那个新冠疫情期间，我就为他点了那个全年大灯，
祈求平安健康。他竟始终未被感染过。后来呢，他想当麻醉师，我又为他点了1年的灯，他顺利地考上了医学院，现在已经找到了理想的麻醉师工作，还找了一个心仪的女朋友，也是麻醉师。孩子们个个都有出息，自食其力，我自己也很健康，经常去禅堂做义工，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师父。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你真心的求佛，佛一定会帮你的，只要你有这个诚心。还有，不要算这个钱，如果你经济可以的话，就点一个大灯，如果经济不太好，小灯也能护佑你的。但你首先心里不能有怀疑的心态，要真诚。如果你的心是诚的话，佛菩萨一定会护佑你心想事成。感恩师父。这师姐说的是实话，是很实在。你看他就是个经历者嘛，对，从子宫肌瘤12公分，对，12公分的话得多大呀？我觉得差不多把整个子宫都占满了。不是，你现在很多男人不知道你这子宫有多大，就是这个，你去商店买水果哈，你12公分的话，几乎是最大的苹果了。对，这么大一个大肿瘤，12公分哈，是，就我们这个手还能握是握不了的，只能握住一个面儿，这样的，就这么我手这样比的，就是12公分，那么大个大苹果，对，那真的像你说的，把那个肚子都小肚子鼓起来多高啊？对，是，对，这么大一个肿瘤，是。所以医生告诉他这多可怕的结果啊！医生说基本上就是要切除子宫的，就是切除子宫，对，因为很危险。所以很多女性来说得了这个大的子宫肌瘤，医生就把你子宫给切了，就对。但是这个切了不像长指甲一样，切了它不会再长了，就这个器官就没了。是。但幸亏有点年龄，孩子也生了哈。但是这个对身体也不好啊。也不好。长这么大的瘤都是很担心会癌变的。是。对，还担心癌变的问题。可是他呢？他愣是修大光明，把这么大的一个肿瘤给修没了。对，医生去怎么想这件事儿？对，医生都说不可能，这是胡扯。哎呀，但就是找不到。但是一检查确实没有了。对，而且是每2个月他都去检查，是每2个月都小2公分。但他修的可是真努力啊，师傅。他是哪个禅堂来着？硅谷禅堂。硅谷禅堂硅谷禅堂净出奇迹啊！是不错呀，玩命的修，他是这效果真好啊，很好。对，他们主管是特别发心，也是哈。是的，这个效果真好啊，效果好。哎呀，不得了，就是。对。所以这个肿瘤消除的这个，其实也急死医生哈，吓死病人哈。吓死病人。光担心都能让自己焦虑到这么大。是。这得肿瘤的不光是他呀，那多少人得肿瘤？对。是。这个哎呀就不能说了，也说的不舒服的。我最近还听到一个印尼的一个很好的分享，关于这个肿瘤的。你说说。对，就是我们印尼有一个师姐叫丹苗，然后她呢，就是她有一个弟弟，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弟弟在印尼的医院检查，他有一个牙龈的肿瘤。对，牙龈里牙齿口腔里头，对，牙齿下就长了一个长了一个瘤，这个也是牙龈还长肿瘤，哪儿都能长。对，然后去医院嘛，他先是去印尼的医院，他们就每次看到瘤就会做那个切片手术，就是切片检查是不是有癌变。那他切片了之后，那个印尼的医院就跟他讲，确实是癌症。那他就急了嘛，然后这个弟弟就想说，哎呀，会不会就是有那个切片的时候，对，有时候就是没有验对，所以他还跑去新加坡再去找一个医生，就是去新加坡一个最大的医院去做这个切片检查，那个人家医生也告诉他就是牙龈癌。对，这个挺罕见的，而且那个医生告诉他，就是这个要治得很不容易，因为就长在牙龈里面嘛，所以呢，你要先把你的脖子就要横切开，它叫 neck dissection。对，然后之后呢，就要把那个瘤拿出来，然后不光是瘤拿出来，还得把就是你部分的牙龈、牙床还有牙齿，还有整个那个颌骨的一部分都要拿掉。那以后怎么咬东西啊？对，就是可能就得重塑了它就是这种没有，就切掉半个下巴的这种感觉。对，就往里装假的。对，
骨头啊，关键是癌变，就切掉了，你也不好说，就是未来会怎么样啊？对，是，所以非常非常的惊险。哎呀，那个弟弟听到也是如五雷轰顶啊。然后回去印尼就告诉他的姐姐嘛，他的姐姐他在我们禅堂修了大概有8到9年了，对也是一直非常虔诚，在禅堂做义工啊，然后带人念佛啊。然后他姐姐呢，每次家里一出什么大问题，他就非常虔诚，他也听师父的话，就会去点大灯。去祈请就佛菩萨帮他这个问题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那这姐姐听到弟弟哎呦这一下来这么可怕的疾病，她也知道这个哎呀需要大的护持才能够度过，所以她就为她弟弟点了那个749天7盏49天的大灯，在印尼禅堂。然后她的愿望呢也是希望说她的弟弟不需要去动这个那么可怕的手术，希望化险为夷了，化险为夷。对。然后后来呢，他弟弟因为去了新加坡看医生嘛，就跟他约了一个，本来已经跟那个医生约了一个时间，要去动手术的。然后就在他飞去新加坡的前几天呢，那个姐姐就去告诉他说，我已经在禅堂为您供了大灯了。那就是我是希望佛菩萨师父能护佑你，化险为夷，你这一次就是手术成功，或者就不用动手术。然后弟弟就去了新加坡。然后到了医院呢，那个他们就是在医生在动手术的前2天，要给他再扫一次，做一次扫描，然后看这个肿瘤有没有变大啊，有没有移位啊等等的。所以就是那个新加坡医生给他扫描的时候，就是那个肿瘤不见了，消失了啊！那个医生第一次看那个结果就也是很压抑嘛，然后就跟那个护士讲，来，你再给他扫一次。对，就是我们之前不可能对同样的机器，就是我们上个月才扫了，我们告诉人家要做这个手术的，现在怎么没了？然后那个护士就回来再给他扫一次，真的。那个肿瘤就消失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哇，这师姐太感恩师父了。哇！哎呦，真的是，所以他就没有动了这个可怕的手术。哎呦，然后到现在呢，就是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是上个月嘛，然后那个师姐也是说她的弟弟就是也是去做那个日常检查，也是没有这个肿瘤了。就是完全消失了。太好了！哎呦，这真的是佛法的神奇啊！师父的护佑。对，像这个得肿瘤的人，这个比例也挺高的，是各种各样的哈，不光女性，男性也一样得肿瘤。你像在很多年前了，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这种高级的培训班哈，禅修班。我记得有一个师姐呢，因为来的人很多呀，我也不知道你具体有什么病，我们那时候不问病的，你参加了20-30块钱人民币参加一个7天10天的班，就是这样嘛。所以坐的满地都是人。那天我正好往屋里头走，他们坐的屋里头很多人都念佛呢嘛，在修行。这个师姐就突然间鼻子里，我正好扭头就看见了，鼻子里像那种滑溜溜的东西哈，一团从鼻子里头，我记得是绿色的，青绿色，呼一堆。他赶快就有手跑着，因为没有发生过这事儿啊，又不是鼻涕，一堆，哎呦天啊，青绿色的，有点恶心。他又觉得恶心，又往外跑，最后就有个空的有土地的地方，他就到那儿把那土埋上。我说到底是啥东西，回去找人看一看。就他们拿小树棍捅的时候哈，就有点像那种腌的那种特别硬的鸡蛋似的，就有物质性的这种像鸡蛋一样。所以这个师姐说呢，她来参加我们这个训练班哈，就是因为医生告诉她鼻咽癌，是这样的，就自己滑落出来了。对，那个流出来了，就在我眼前啊。对，太神奇了。还有一次在中国天津，我说都是现场的哈，在中国的天津市，就北京附近有个天津市，很大的哈老城市，在那儿现场给大家做讲座嘛哈。我记得有几千人还是1-2万人的那么大会场，体育馆的。结果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人
他可能有关系户这里认识这里的这个主持的，那我们不是我们举办的，是当地政府民政局举办的。哎，他上来要讲2句话，我说有什么难听的话要讲吗？我也挺担心了。就说你看也是用手，完了，哎，这个因为那会场很大，他当时端着看的没看清楚，后来就拿到我跟前给我看，红色的，她是女士嘛，她说我刚才憋不住，非得上厕所，结果一蹲下，身体里头滑出来一团，又是又血又肉模糊的那种东西，因为她跟我说呢，也是子宫肌瘤，滑出来了。哎，她到我们这儿来听课，也就是因为子宫肌瘤，她因为大嘛，10来公分、9公分、10公分那么大，她也不想去开刀，当时医生说就切除子宫，结果人家在那儿我加持完了之后自己滑落出来了，还拿来给我看，哎，我是受不了，这我快吐了，对，你看不好看，是，但是我们也恭喜他啊，你看这个病，就这么一下就没了，就自动排出来了，自动排，这太神奇了，自动排的，像这样自动排出来这个就是女士的这个子宫肌瘤的哈。若干个光传到我耳朵里头，是，对对对，就师傅讲到了，我想起来了，我们不是最近在台湾开过好几次这个师傅亲授的课程嘛？是5、6月份开一次那个能量提升班，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师姐她在我们一般上这种大课就会有很多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对，她在来上课之前呢，她之前就是有子宫肌瘤的，好多年了。她上课之前她就开始有点出血了，他其实已经绝经了嘛，哈，对，他觉得有点奇怪哈，我估计他是来上课也很诚心啊，然后来上课到第4、5天的时候呢，他睡觉起来，他那个床单上也就是出来一堆东西，血乎乎的，自己出来了血乎乎的，她老公看着还有点紧张，又紧张又惊讶的说，你是不是又开始要有月经回春了，就这种感觉哈。老公说，然后他有点害怕，他说这不太对呀，怎么流了这么多血？但身体感觉很好，没有那种就是有问题的哈。对，就那次流完之后呢，他上完课回去他就做检查了，他那个多年的子宫肌瘤在检查之后完全没有了。他原来子宫内膜还增生，子宫肌瘤好像我记得5、6厘米大的一个肿瘤，就在上课的期间自动脱落了，就这么流掉了啊！哇，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感恩师傅啊！就这些神奇，你要不是亲自去见证哈，对，有的时候讲了别人都不一定能够相信，但是我们都是亲身经历的，就是他跟我们讲看到的啊。确实是这样所以真的很感恩。你像说那个牙龈的那个是吧？我都见了那个人，是吧？是，这个没有假，没有假哈，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哈。是，对。但是你说它的神奇性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真的。对，所以这个，哎呀，怎么讲啊？就这个药师佛呀，太伟大了啊！真是救苦救难了。是，所以你看他的愿望之中啊，就是说你看让他健康，对，甚至是你的肢体不完整，都希望能恢复完整，还恢复美丽和帅气好看，是吧？你看这多重要，真的在发生之中。就是，哎呀，太好了！不光健康，很多你看我们师兄师姐来修行，都越来越美丽了。这个是普遍的，就是100%都会越来越修越美啊。跟我参加班，你4天以后，脸上哈，蚊子苍蝇没法工作，都是滑溜溜的，脸上都是放着亮光，哎，真的是，而且都变温柔了，脾气也变好，对呀。它里头通畅了呀，通畅那种燥气就没有了呀，所以就是自然它就温柔温和了，对，所以很多野蛮的女人就变得好了，就是。所以先生都赶快送锦旗，说感恩菩提禅修，为民除害。对，是感恩师父啊，太感恩师父了。好，那我们也给这个这位见证人，我们给他送一个礼物，Mary 美国硅谷的，对，好，哎，好看，哎，这个铁血山呢，也是我画的画哈，是只心无意，对，这个画的名字叫只心无意，但是这个画里头还有一部分没印上去哈，对，整体也挺好看的，这上这个叶片和那个星光点点哈，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
蓝色也是我们今年、明年、后年的吉祥色呀。是，希望呢Mary穿上之后哈，更加顺心顺意，吉祥如意啊！收到，全家幸福快乐，长命百岁。谢谢你，感恩师父。好，那师父，接下来再跟师父分享一个故事，好吗？好也是来自美国的哈，他叫朝歌，他说感恩师父。这个把丈夫从生死边缘救了回来。他说大家好，我叫朝歌，我想跟大家分享老公延寿的一个神奇经历。2023年的6月呢，老公被诊断出右肢动脉上有一个直径8.5厘米的巨大动脉瘤。医生告诉我，这种大小随时可能破裂，必须尽快手术。但是由于医院的资源紧张，手术要等到3天后才能进行，而且老公已经65岁了，手术的风险极高，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那一刻我几乎崩溃，情急之下，我立刻来到了硅谷菩提禅堂，为老公点了一盏特大光明灯，同时迎请了师父加持的大金刚诀和天珠，并以老公的名义做了供养，祈愿佛菩萨保佑他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关。我虽然心里非常害怕，但心中我只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佛，相信师父。我把大金刚诀和天珠放在老公的枕边，把师父的法像挂在他的床头，每天我都跟着师父的 YouTube 诵唱药师佛心咒，同时也诵念地藏经。老公虽然以前从未念过佛，但每一次都跟着我一句一句的念。那3天，手术前的3天里，我几乎没有合过眼，一直在念佛祈祷。每一次念到动情处，我的眼泪都会止不住的流。我只希望佛菩萨能听到我的心声，让灾难远离我的老公。手术极为复杂，医院安排了3位主刀医师，预计要7个半小时。我征得医生同意，将药师佛吉祥卡放进了老公的手术帽中。老公进入手术室后，我在停车场里静坐念佛，我从中午12点一直念到了下午的5点半。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起，医生说手术提前完成，非常顺利。后来我才知道，原本计划是从右腹部开刀的，但是医生临时改为从腹部的中央切入，结果发现肿瘤已经长到了近15厘米大。如果当时是从右侧开刀，很可能直接就碰到了肿瘤，导致破裂。医生惊叹地说，像这种情况在别的案例里早就爆裂了，不可能存活，这真是个奇迹。我心里明白，这完全是药师佛的护佑，是师父的加持。老公手术后恢复得非常顺利，仅仅住院了7天，也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回家后，我们每天念佛，修大光明。2个半月之后，老公就完全康复了，还重返工作岗位。回望那段日子，我深深地体会到对师父、对佛菩萨的信心，以及虔诚的做功德、念佛，真的能够化险为夷。还有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老公快出院的时候，我回家整理床铺，无意中在他的枕头下摸到春节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红包。我每年春节呢，都会在老公枕头里放一个红包，护佑他平安。红包是用胶封住的。红包里原本有138美元，可是4个月过去了，摸上去不再像是钱的触感，封口还是像以前胶住的。我就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只剩下了一些灰绿色的粉末。当时我很困惑，但忙于其他事情就没有去深究。直到2025年的2月，我去了温哥华拜师，请教师父这件事的缘由。师父告诉我，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几十万人里都不一定出现一次。红包里的钱变成粉末，是因为阴间已经收到了钱，按常理，老公早该离开人世了。但是因为我们持续做功德、念经、修行，佛菩萨的加持，让老公的寿命得以延长。
师父鼓励我好好的继续修行，还在我的额头上做了加持，祝愿我老公身体健康，福寿延绵。一切的奇迹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护佑，感恩师父，让我们在困境中看见希望，重获新生。他这也是个要命的病啊，这个动脉瘤。哎呦，这个你知道风险有多大吗？就是动脉瘤一般长到5厘米就可以随时破裂了。她老公发现的时候都已经8.5厘米了，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破裂，一破裂就是要命的。对，就是大出血，其实。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命悬一线的。然后这个动脉瘤的手术也是手术以后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肾脏啊、肝脏啊有可能突然衰竭，人也可能就因为并发症就走了。就是老公等于是一关一关在师父的护佑下，就这么过。他先是8.5厘米，他开刀的时候，医生就很莫名其妙，当时不知道怎么因缘就决定不从右边，从中间开了。他因为长在右边嘛，如果从右边开刀，很可能就把那个瘤给闹破了，那更可怕，那就马上就有生命危机。护法神指引吧，是指引医生切中间吧，切中间啊，结果就救了他。最后很顺利，那个手术，对，手术后也没有要命的并发症，对然后最后手术恢复的也挺快的，2个半月，老公这个就过了这个生死劫难，回去上班了。你说这讲的我们都惊心动魄呀。如果医生按照过去的计划来说哈，从侧面就是给他切那一刀哈，就碰到了那个血管瘤，打破了，那是动脉啊，那动脉出血，那血一下就喷出来了，这人就失血过多而死，对，是很危险，就捡条命，延寿了。他平安过来之后，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吉祥吉祥的罗列哈，排到了一起，他才走下了这个病床。真是捡条命啊！真正有过这样经历的才知道，每一关都可能要命。对，关关致命，但是关关都过了。这佛菩萨伟大呀！真是感恩师父，也是感恩佛菩萨。我们师姐也是，她一直在中间表达的，我觉得她就是相信师父，相信佛。她首先就是为老公做大供养，供大灯，然后请的也是我看到她请的那个金刚诀是好像是400-500年的一个，就是非常有震慑力的金刚诀一个大金刚诀。对，然后就你看放在老公的这个床边，我觉得再贵也值得呀，太值得了，这是救命的呀。因为那条人命没有了，就你老公怎么弄他回不来，他不像说其他一个物品没有了咱买一个，对不对？这老公没法换的呀。对，哎呀，不容易，真的是但还有一点就是挺有趣的，就是这个也是想请问师父，他那个红包里的那个钱就变成了这个灰绿色的粉末了，这个真的很难解释。他就是这个红包这个钱，我的想象解释是什么呢？因为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但是呢，以美金、美钞对，你的那个纸是什么特制的嘛？它几乎都是防水的。你这个把它泡湿了之后，过一会儿稍微一吹就干了。它的那个纸，你数那个美金钞票的时候，它发出那个声音像铜板一样咔咔咔响的，很脆很硬很结实。对，放到枕头里头，这样它变成粉末，这没法解释，是不可能的事情。对，这个使我让我想起来在北京那个出租车司机遇到的事情。比如说晚上呢，有一个司机就他们一起开会的时候，就是说说你们遇到这个事儿没有？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在某某那个地方出来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头对，来打车，还告诉他那个地址，他就送他去了都是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给他递的这个车费呢，都是人民币是吧？等到了白天一看呢，怎么有冥币呀？冥币，就是给往生的人烧的这个纸钱，变成冥币。他当时拿的时候感觉就是人民币，但是白天一看是冥币。对，他在给这个很多出租车司机一起开会的时候说了这个事儿。有个人说我也遇到了，也是拉的从哪里到哪个地址。后来他们就司机很好奇，找了2个胆儿大的，就是干脆把他送到那个地址去访问一下。
因为人说啊，那个人长什么样？什么说，那个有个中年男人说那是我爸，他已经往生了呀。说不对，往生了之后你们怎么送来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爸回家呀，他已经死了呀，就这么说，吓人吧哈？吓人。对，等他说破了之后，那个人民币变成冥币的冥币哈，一下变成灰了就像烧过的纸灰一样。所以师姐拿这个，你说她说这个她给老公红包这个事儿，就让我想起这个来。哎，其实是给往生的人，他完全去吸收到这个钱了，这个能量，我只能去这么想，没别的出路。完了这张纸呢，就形同于烧掉了一样。这个纸钱呢，美金纸钱呢，不是黄金呢。对。哎，这个纸钱就没有了，所以变成了一把灰。所以我想到这个，说那面是那面，我不知道谁哈，真接到了。真接到了这个钱。至于说谁接到了，我不知道。反正有些应该是当做更神秘的话题，说以后有空再讲。它属于与这个阴间有人什么之类的接到了这个钱有关系，所以这个钱就变成了灰。与这个钱变成了灰，其中也有一个部分帮助这个老公留下了性命。就有点像买路钱一样。哎，所以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就这么想。对。我还听说过，过去拿那个铜钱，中国老铜钱，这不是中间一个方孔吗？他拿这个铜钱哈，放到纸包里头，不是枕头底下，放在哪个地方。等隔了1年，说我再换个红包，看看去年放的红包怎么样了。一打开，里头铜钱变成了灰，铜的呀。虽然是老铜钱，也不至于变成灰呀。哎，当时一敲，咔咔响呢，怎么这会儿变成灰了呢？也是这个包是封好的，哎，都没有动过，不可能有人动，这是敬神的。那个铜钱，你说孩子偷，拿这个钱也花不了啊，又不是什么贵重的金银财宝，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有孩子动，它也变成了灰。这个灰就特别像在那个坟底下挖出来那种灰的感觉，还带有青绿色。哎，但是我说这个对他们家人有好处。这个事儿，他问我的时候说以后再压钱，再压上3枚。我当时告诉他，你再压哈，要么压乾隆的，要么就压那个康熙的啊。对。好啊。就代表那边收到了，对，但这个老公也是成功的在师父和佛菩萨的护佑下延寿了。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对，感恩师父。那好，那我们也给这个幸福的这个朝哥和他的老公，给他们送一个礼物好吗？师父啊。好，送给朝哥和老公呢，还有个菩提的普洱茶。很好看哈。菩提普洱茶呢，第一个它的功能就是长寿。哎，那么第二个呢，想细致一些的话，像降血压呀、降血脂，也是预防3高。每天喝菩提普洱茶，降血脂、降3高啊，就是少得一些心脏那个堵塞啊、血管狭窄啊，或者是静脉曲张或者静脉出血啊，这个动脉啊、大脑脑血管出血之类的啊，脑梗哈。对，但是这个喝的越早越好。就是如果里头已经都堵了之后呢，它可能慢慢给你疏通，但是就不如说早点喝的好，就别让它堵住，所以能够协助哈，将一些这个3高的这个原油的东西、源头的东西给它刮下来啊。好，这个送给他们家一起喝。还呢再送一件这个速干的八卦山。我这个八卦山是最新的哈。看后面。还有一个吉祥八卦图。对，这款叫生命罗盘。对，生命罗盘有所对应的哈，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啊，能够测算出很多的讯息来。如果有的人哈有请到的，你仔细阅读一下哈。对，你比如说你想测一件事儿，你把这个衣服的这个八卦罗盘啊，生命罗盘向上平铺在地上，干净的地方哈。
拿着3个铜钱，你就随便扔，看落在哪个位置，你去解读那个位置的讯息就够了。对，阿姨可以。对，可以用来占卜好了。对，就会用来占卜或者学习一些与生命啊，或者时辰啊、命运相关的知识对，我也希望说用这个生命罗盘，我觉得它原始的八卦图能够化解一切冲煞灾害，让穿的人呢得到天地自然的护佑，是这个意思在里头。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这样就能健康长寿。收到。好的，那也是非常感恩师父，我们今天也是分享了其实我们菩提受益的故事太多了哈，师父今天分享了几个也是很精彩的那也是想跟网友们介绍呢，我们已经要进入药师季了哈，借助药师佛圣诞的这么一个吉祥殊胜的这个节日里哈，非常感恩师父让我们大家都有机缘通过供灯哈，在佛前供灯，能够和药师佛再结下一个更美好的善缘。那这一次药师佛供灯的项目呢，在菩提学院网上哈已经推出了。对，我们有2款哈。第一个呢，就是为在世者供灯呢，$18药师佛结缘祈福灯哈，一个非常小的价格，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哈，我们的这个所认识的，我们想要护佑的人都能够和药师佛结上这样一个美好的善缘。那$58呢，就有一个药师佛爱我的7天的祈福灯，来帮助我们圆满一个心愿。对，那我们也知道，刚才听到我们那么多同修的分享，我们点灯真的是非常受益，非常神奇。那有需求的网友们根据我们的需求去点相应的这个盏数哈，7天21盏、35盏、49盏都是可以的。我们需求大，我们就多点。是，对，那是师父非常慈悲，给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供灯的这个功德。那为往生者呢，往生的亲人呢，我们也有超荐灯，也是$18哈，祈愿药师佛加持，接引这个往生的亲人都能够去东方琉璃世界，永享安乐，安住光明。对，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药师佛供灯的这个项目，它也是在11月19号药师佛圣诞那天报名就截止了。那我们只要一报名呢，这个灯就给大家上了，所以我们早到早得，早得到护佑。那也再次提醒网友，我们的这个药师佛圣诞的服装大放送哈，优惠期也是到12月25，一定要记得到我们这个亚洲慈悲音的网站，还有北美的学院网上，一定要去找到我们最心仪的那个护佑我们的白天的蓝色的 T 恤蓝色的这个外套还有我们的运动服晚上穿上我们菩提的红色 T 恤哈，24小时得到药师佛的佛光护佑和加持。是，而且这一次的那个优惠不只是 T 恤，还有一些那个外套、斗篷，还有运动服也都有在这个活动里所以大家能够到慈悲音还有菩提学院网站上去浏览你需要的这一些衣服款式。那就是我们菩提衣服质量好，款式美，护佑能力还极强。好的。好，还有的话就是我插个嘴就是我们一些身上佩戴的，像珠串比较方便护佑佩戴的这些宝物呢，都是在这2个网站上都会有优惠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得到药师佛的护佑，我们故意从衣服到很多这些法物都降价，让大家有机会得到佛菩萨的护佑和指引对，让钱呢变得是清淡的事情，保佑你才是我们最希望的。感恩师父。然后也是像师父说的，其实就是每一件法宝，我们多带一件就多一份能量的加持，多穿一件多一份能量，是这样所以真的有需要的话，其实我们出门都是穿着就安心感恩师父。好，那前一阵子我们在X 频道上有一个很有趣的，也是很多网友都参与的活动，是吗？香可是一个那个创作活动，然后师父写了一个墨宝叫佛心
啊，然后就是在 X 频道上有发起这个创作活动啊，然后就是请各位网友们呢，就是发表对佛心的认识，可以通过图片啊、文字啊、还有甚至有些网友们还给我们发了影片。对，我们收到很多网友们很多创意的一些投稿啊，非常感恩各位网友们积极的参与。那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有师父的原作佛心的墨宝会送给就是投稿得到最多点赞的一位网友啊。那我们这位网友呢，就是这位 SPU， 非常的恭喜您，SPU 叫凤切，然后非常恭喜您的留言投稿得到最多的点赞，那您也非常幸运能够获得师父原作的墨宝佛心，这份巨大的吉祥的加持带回家，非常恭喜您。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看，我手中来看一看，佛光普照啊，真的好美啊！这是前些天我写的哈，师父亲笔写的。对。这位师兄呢，应该是个师兄吧，哈，是个师兄。对他那个议论的评价的境界也是很高啊，非常好，没有白学佛哈，有相当高的见地哈，是不错的哈。对，那就按照咱们的江湖规矩哈，那我写的这个佛心这个字呢，就送给 SP， 奖励给这个 SP 师兄了啊。对，就送给叫宋。凤切啊，凤切，好的，那你很幸运哈，太幸运了，希望你能获得更高的觉悟和智慧啊。好，祝福你全家吉祥安康，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参与哈，谢谢大家。感恩师父。好，好的，那师父，那我们今天也是哈，非常感恩师父啊。首先听师父给我们又再次讲解了药师佛的愿望哈，对，然后也听了这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也神奇的故事，对，也是在这个药师记能够跟着师父一起哈，继续感受药师佛的慈悲，得到药师佛的加持，所以也请师父来那个加持语树房赞助我们直播，赞助我们网络弘法的朋友们。好，非常感恩感谢哈，来赞助我们在语树房哈，因为赞助到语树房呢，包括到我们的慈悲音呐、北美学院网哈，做些功德，请些法物，小有利益之后呢，将这些利益为了让我们能够在整个国际的弘法哈，去利益众生啊，为我们铺平了道路啊。解了很多的困难哈，非常感恩你们做这些功德呢，我相信佛菩萨一切天龙八部护法神都会很开心，都乐意去祝福你护佑你好，祝所有的赞助者哈，发心者呢都能够身体健康，事业兴旺，阖家幸福，子孙贤孝，万事如意，富贵吉祥。所以在哪里有这份发心都是对我去全球弘法的最大的支持非常感谢感恩大家。好，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下期的直播时间，亚洲台北是11月2日，也是周日的时间，下午6点钟。那北美温哥华时间呢是11月2日凌晨的2点钟。好的，那就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大家。感恩师父。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
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